上座部和大众部为什么会一分为二？上一期我们讲到，第二次结集因为一枚铜钱把佛教撕成了两半，但那只是表面的裂缝，真正的大分裂发生在接下来的100-200年里。而这场分裂的本质远不只是钱的问题，他问的是一个至今仍然无解的问题：佛陀走了之后，谁有资格定义什么是佛法？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佛教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分裂，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形成。如果你去查传统的佛教史料，大部分书会告诉你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叫大天。大天这个人在上座部的记载里简直就是佛教的头号反派。传说他犯了3种极恶之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后来出家入了僧团，但在僧团里搅起了一场思想地震。他提出了5个非常大胆的主张，后来被称为大天五事。这5事讲的是什么呢？核心就一句话：阿罗汉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完美。具体来说，第一，阿罗汉仍然可能在梦中被天魔诱惑产生不敬；第二，阿罗汉仍然有某些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无知；第三，阿罗汉在某些事情上仍然会犹豫；第四，阿罗汉的证悟需要别人来确认，不一定自己就能完全确定；第五，修道的过程可以通过感叹来推进，就是在修行中发出一声苦哉这样的感叹，也可以成为入道的契机。你听完可能觉得这5条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在当时的佛教界，这5条话简直就是一颗炸弹。为什么？因为在传统的理解里，阿罗汉是修行的终极成就，烦恼断尽，生死了脱，不再轮回。它是佛陀教导的活证据，是整个修行体系的天花板。如果阿罗汉还有不敬，还有无知，还有犹豫，那佛陀教的这套方法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好比一家公司宣传说，用了我们的产品保证药到病除，结果有人站出来说，用了之后其实还有 5% 的残留症状。你说这公司能不急吗？而且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于那些把一生都赌在修行上的僧人来说，阿罗汉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你告诉他这个目标到了之后可能还有残缺，相当于告诉一个登山者，你拼尽全力登到了所谓的山顶，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山顶，上面还有一层你看不见的台阶。你可以想象那种恐慌。这不只是学术争论，这是关于人生的终极赌注。按照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记载，大天提出5事之后，僧团内部吵成了一锅粥，支持大天的占了多数，不支持的是那些年长的长老。多数派最终形成了大众部，少数派的长老们形成了上座部。一场关于阿罗汉是否完美的争论劈开了整个佛教。故事讲到这里是不是很完整，很有戏剧性？但是现代学术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全部的真相。20世纪以来，印顺法师、日本学者平川章、中国学者吕澄通过对比不同部派的文献记载，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大天五事确实发生过，但它很可能不是根本分裂的原因，它更可能是后来大众部内部再次分化时的导火索，被后人追溯回去，安在了最初那次分裂的头上。这在历史上其实很常见，人们喜欢给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找一个简单戏剧性的起点，一个叛徒，一场争吵，一个导火索。就像后来基督教的分裂，很多人记住了马丁路德把那95条论纲钉在教堂门上的画面，但实际的分裂过程远比那一瞬间复杂得多。佛教的根本分裂也一样，真实的历史是很多股力量在很长的时间里缓慢积累，最后在某个瞬间以某个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那个事件是果，不是因。那真正的根本分裂因为什么？答案说出来可能让你意外，不是因为教义分歧，而是因为戒律。更准确的说，是关于一个原则性问题。佛陀没有明确制定的规矩，长老们有没有权利自己加上去？上一期我们讲的十事非法，表面上是关于铜钱的争议，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一部分长老认为佛陀制定的戒律是底线，但随着时代变化，地域不同，长老有权利在这个底线之上增加新规定，
让僧团管理更严格、更规范。另一部分人认为，佛陀没说的你就不能加，佛陀的戒律是封闭系统，不是开放系统。你注意到这里面的张力了吗？两边都觉得自己在保护佛陀的遗产，一边说我在完善它，另一边说你完善的过程就是在篡改它。这就有意思了。你猜哪一边最终加了更多规矩？答案是上座部。如果你对比不同部派保留下来的戒律文本，你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大众部的戒本，也就是波罗提木叉，在众学法这一部分只有67条，而上座部系统的戒本，同样的部分有75条，甚至更多。换句话说，被称为保守派的上座部，反而是那个在佛陀原有戒律基础上增加了新条目的一方。而被称为改革派的大众部，保留的戒律条目更少，可能反而更接近佛陀时代的原始版本。自称保守的那一方反而改得最多，标签和事实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大到让人哭笑不得。而且这里面还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上座部这个名字，上座的意思是长老，是年纪大、资历深的僧人。大众部的大众意思是多数人。所以从名字上看，这场分裂的本质就是少数有权威的长老和大多数普通僧众之间的对抗。长老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制定规则，因为他们离佛陀更近，他们听过佛陀亲口说法，或者他们的老师听过。而多数派觉得佛陀说的法是给所有人的，不是给某几个人的。你的资历不代表你的理解一定比别人更对。这场精英和大众的张力2500年后依然没有消失。今天你打开任何一个领域，科技、政治、教育，专家权威和普通人的声音之间那种拉扯，和2500年前那群僧人面对的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这让我想起一个在现代组织管理中非常常见的悖论。当一个创始人离开之后，声称忠于创始人遗志的那一派，往往不是什么都不改的那一派，而是积极增加新制度、新标准的那一派。他们的逻辑是，创始人的精神需要被制度化才能延续。而另一派的逻辑是，创始人留下的东西就是全部了，你加上去的每一条新规矩都在偷偷改变它的本意。两边都觉得自己才是正统，两边都有道理。这个死结2500年来没有解开过。但分裂不仅仅停留在戒律层面，随着时间推移，两个阵营在教义上也开始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上座部系统后来发展出了极其精密的阿毗达摩哲学，把佛陀的教导拆解成一个个最小的分析单元，试图用近乎科学的方法描述世间万物的运作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叫说一切有部，他们的核心主张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意思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法，也就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它们的本体是真实存在的。这有点像古希腊原子论那种思路，万物的底层有一组不变的基本粒子。而大众部这边呢，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们对佛陀本人的理解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原始佛教的记载里，佛陀是一个人，一个觉悟了的人，但终究是人。他会生病，会背痛，会吃坏肚子，到了80岁也会老死。阿含经里有大量佛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细节，弟子们记住了他的伟大，也记住了他的平凡。但大众部开始提出一个非常不同的佛陀观。这个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佛陀去世之后，那些没有亲眼见过他的后辈僧人和在家信众，对佛陀的记忆越来越依赖口耳相传的故事，而故事在传播的过程中，天然会往更神圣、更超凡的方向滑动。因为对于一个你没有见过面的人，你只能通过故事来理解他，而故事的本质是浓缩和放大。平凡的细节被遗忘，超凡的瞬间被反复讲述。慢慢的，那个会背痛、会吃坏肚子的人类悉达多，在集体记忆里开始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大众部把这种集体记忆的方向系统化了。他们说，佛陀是出世间的，佛陀的色身，也就是你肉眼看到的那个肉体，那只是他的一种显现，他的真实存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佛陀的寿命无量，佛陀的神力无边，
佛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转法轮。佛陀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就是说他讲一句话，不同的人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法，而且每个人听到的都恰好是自己最需要的。你听出来了吗？这已经不是在描述一个觉悟的人了，这是在描述一种接近于全知全能的超越性存在。这个转变极其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从大众部开始，佛教内部出现了一股神化佛陀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在几百年后会直接汇入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理、想和佛身理论。大乘佛教里关于法身、报身、化身三身的复杂理论体系，它的种子就埋在大众部的这个转变里。同时，虽然大天五世可能不是根本分裂的原因，但他提出的那个核心问题，阿罗汉到底够不够完美，却成了大众部后续思想发展的一条暗线。你想，如果阿罗汉还有不完美之处，那修行的终极目标还应该是成阿罗汉吗？有没有比阿罗汉更高的果位？几百年后，大乘佛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有，不要只做阿罗汉，要做菩萨；不要只求自我解脱，要度一切众生；不要停在涅槃寂静，要无住处涅槃。这条线从大众部的阿罗汉不完美论开始，一直延伸到大乘革命的爆发，种子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你想想看，大众部做了两件事：第一，把佛陀从人拉高到了超越性存在；第二，把阿罗汉从终点拉低到了中转站。一升一降之间，就为后来的菩萨道理想腾出了空间。佛陀变成了不可企及的终极高度，阿罗汉变成了路上的一个阶段，中间那段巨大的距离就是菩萨道要走的路。有意思的是，上座部完全没有往这个方向走，他们坚持认为佛陀和阿罗汉在解脱的本质上没有区别，差别只在于佛陀是自己发现了路的人，阿罗汉是跟着走的人，终点是一样的，区别只是谁先到。这两种理解，一种把佛陀拔到了神的高度，另一种把佛陀留在了人的位置。你觉得哪一种更接近佛陀自己的意思？这个问题不急着回答，你先放在心里。所以你看，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裂，表面上是戒律之争，底层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谁有权解释佛法，而更深的一层是方向之争。佛教到底应该走向哪里？是把佛陀的教导锁在一个精密的分析系统里，确保它一字不差，还是让它随着时代的需求不断演化，甚至演化出佛陀自己可能都没有明确说过的东西？这两种方向不存在谁对谁错，他们各自回应了一种真实的需求。上座部回应的是纯粹性的需求，你别改，原汁原味最好。大众部回应的是生命力的需求，一个活着的教法必须能回应活着的人提出的新问题。我们在佛学的出场设置那期就聊过，分清原装和后装不是为了判高低。你想想你的手机，每天用的最多最离不开的那几个超级 APP 全都不是原装的，出厂自带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反而是你现在最少用的功能。但你不会因为某个超级 APP 不是原装的就否定它，也不会因为打电话是原装功能就说它最高级。原装和好用是两个维度。但真正让我着迷的是另一件事，还记得吗？佛陀在入灭前说了一句话，以自为舟，以法为舟，依靠你自己，依靠法。他没有指定接班人，没有留下不可修改的教条，甚至连小小戒可以废除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都没跟阿难说清楚。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不是佛陀的疏忽，而恰恰是他最深的一次教学。一个真正理解缘起的人，怎么可能相信一套固定的制度可以永恒不变地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方？他留下的那些模糊空间，也许正是他给后人的最后一份信任。你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实践，自己去犯错，自己去修正。佛法不是被保存下来的，佛法是被每一代人重新活出来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分裂是必然的，不是悲剧，不是堕落，是缘起的自然结果。一颗种子落进不同的土壤，长出不同的样子，这不叫背叛，这叫活着。
但分裂不会停在两个阵营。当上座部和大众部各自稳定下来之后，他们内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分化，从2个变4个，从4个变8个，最终传统说法是18个部派，实际可能更多。每一个新分支都在回答同一个核心问题的某个新侧面。这片森林是怎么一步步长出来的？每一根枝条又各自代表了什么样的佛法理解？下一期我们来画一张部派佛教的全景地图。你觉得在佛陀留下的那片模糊空间里，上座部的守住不变和大众部的回应时代，哪一种更接近佛陀的本意？又或者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